怎么回事？灯怎么全灭了？可海面上那是什么？是龙剑，他又回来了。阿叔您好，我是记者林夏，想打听一下关于龙剑的事儿。别问，那东西邪门的很。可村民都说月圆夜会看到它。不止看到，当年随船出海的30多号人，一个都没回来。前晚月圆呐，我家小子说看到甲板上有人招手，差点就跟着走了。当年随船出海的30多号人，一个都没回来。啊，谁在那儿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也在查龙剑啊？我是海洋学者陈峰，研究古船构造。哎，你看，记载说船上载着镇邪宝石，可船队突然失踪了。我去现场看过，那龙首的眼睛是黑晶石做的。昨天正午太阳直射时，我看到它闪了下光，像在反光。老王今天早上没出海，家里只有这个。有海水味，和我昨天在沙滩闻到的一样。看，龙剑的轮廓又清楚了些，今天不是月圆啊。啊，这里的木头怎么不腐？像是被特殊油脂浸过。小心脚下！这是深海禁区，当年他们为什么往那开啊？别出声！他的脚好像没沾地。宝石能聚财，却也聚怨。船员私藏它，海怪便缠上了船，所以他们不是失踪，是被困在船上了。嘿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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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咻。那些人是失踪的村民。上船该划船了。陈峰，醒醒！上船该划船了。上船。不好，是船在控制我们。阿叔说过，渔村有只祖传海螺，能镇水碎。我去拿。阿叔，借他急用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。听你呼吸里的伤，听你心跳里的狂，听你快乐的慢慢醒过杀了我，别让我困住！快醒醒！想想我们查案的初衷，你不是想解开谜题吗？快醒过来！结束了，好像是。哟呼，看谁滑得快！嗨，看我的！来看，那里有2个人。哎，两位，你们没事吧？刚才好像看到这边有船沉了。你们是游客吗？这边海域最近不太平，好多人都说看到虎船呢。我们刚在附近划船，不小心翻了。啊，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？就那边啊。刚才还看到这水里有蓝光闪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宝贝。看，那是什么？雷散。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在拉我，他抓帮我！
快上岸，这船要装新的人！救我！没用的，每100年换一批划船的，轮到他们了。我们做错了，扔掉宝石，反而让他更饿了。那不是结束，是新的开始。我看清了，拖我下水的人手腕上有刺青。你看这个，当年龙剑船员的合影，每个人手腕都有传闻刺青。我怎么会有这个？怎么回事？我也有，难道我们都被选中了？划船，该划船了，划船！不好了，祠堂的名册上又出现了新的名字，上面记录着100年来所有被龙剑带走的人名。如果名册重出，龙剑就会再次醒来。这是渔村的祭海名册，每100年失踪的人都在上面。这是学生们的名字，还有我们俩的。字迹是新的，像是刚写上去。谁写的？这是我爷爷画的。他说母石嵌在龙骨里，要毁掉它，得用传魂血。什么是传魂血？当年随船出海的人后代的血，比如我，比如这玉佩，和当年船长的一模一样啊！知夏同学不见了，看。还差2个，林夏、陈峰，上船来吧。我查到你的祖辈曾是龙界大夫，或许只有我们才能解开龙界谜题。阿叔说，我的血能暂时镇住母石。我带了炸药，实在不行就炸了龙骨。可阿叔说，炸了龙骨，传魂会永远无法安息。等等，你看那些人影在动，但他们的眼神不像是在迎接我们，而是在求救。那是母石在吞噬他们的魂魄。我们不能贸然毁掉龙骨，得先找到镇魂的方法。可镇魂的方法是什么？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诅咒，还有无数冤魂的执念。若母石吸收了太多怨气，便会召唤新的生者来填补空缺。你的血或许不只是钥匙，也是解开诅咒的关键。这条路线是当年龙界沉没前的最后航线。不对，这里标注的终点不是沉船海域，而是咱们渔船的码头。难道说龙界一直在循环重返这里？50炮，有东西来了！快走，去龙骨仓。母石的核心在龙骨深处，只要找到镇魂的方法，就能化解所有怨念。我们还有机会。别引爆！蓝光弱了，将血滴在母石上果然有用。林夏，小心！这不是宝石，是蛋。我的血能伤他，他怕我的血，难道这才是母石的本体？干生小主，拿命来偿！带他走，这才是诅咒的根源。阿叔说过，把他扔回深海漩涡，就能终结轮回。回来吧，大家一起划船才完整。把爷爷轮回，岂能被你打破？陈峰！
下一个100年还会有新的船。不贵了，因为没人在贪心，没人在忌海。谢谢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阿叔，祖传海螺。留着吧，万一下一个100年，等你见证新船起航。北纬37度海域，渔民说夜里听到划船声和当年龙剑的调子一样，正好是当年漩涡的位置。这纹路在变，像是在指引方向。你看，船板上的刻字淡了，多了行新的“满月夜”。满月夜，码头见。满月夜，码头见。100年未满，却有新船要升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扔了蛋就结束了吗？蛋是因，贪心是根。上个月有渔船在深海捞出块发光的木头，正偷偷打造成船。陈先生，来看看我的新龙剑，这木头泡在海里不腐，卖了肯定能赚大钱。是当年大捞队的王老板，他肯定把沉船残骸当宝贝了。怎么回事？里面有东西，木头里钻出好多小蛇。救命！救我！海螺失效了，新船的铁壳挡住了声波。那是龙骨的残片，它在吸收船上的铁气，把新船变成混血船。快阻止他！这破东西，谁要谁拿！这是龙剑残联在认主，快退！混血船要换主人了。我什么都没做错。新者永世为奴。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！救我！你阻止了上一个100年，却拦不住人性的贪。我们拦不住贪心，但能守住底线。所有的诅咒都始于人心的缺口。它消失了，是彻底消失了吗？不，就像人性里的贪心，永远不会彻底消失。哥哥，龙剑真的会回来吗？只要我们不贪心，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它就只是艘老船。敌对，龙剑展区的模型又动了，船帆昨晚是卷着的，今儿早展开了。老张，你别疑神疑鬼的，上个月台风天漏水，说不定是受潮了。有些故事永远没有真正的结局，只是换了种方式提醒着后来人。谁在里面？这块木头修船用。救命啊！龙剑活了！贪心的人总会把我带回来。你看，船身多了块木头，监控拍不到是谁放的，而且底座下面有海水，我们检查过管道，没漏水。这不是普通的沙，是深海淤泥，和当年龙界沉没处的一致。是航海日志的片段。新船缺魂，虚寻三物：船长的怀表，大副的匕首，舵手的罗盘。当年的船长是你的祖辈，大副资料里没写名字，只记着他擅长木雕。他私藏罗盘，想独吞宝石。他就是大副，他们在诬陷他。他私藏罗盘，拿命来偿！渔村旧码头的废弃仓库。在底下。是大副的匕首。他们抢了我的罗盘，
嫁祸我偷宝石，我沉在海里100年，就等有人还我清白。这是你的东西，现在还给你。哼，还不够。当年诬陷我的人，后代还在渔村，他们得偿命。是村长家的渔网，当年的船员里有他的祖辈。没错，我爷爷是当年的舵手，他临终前说，大副是被冤枉的，怀表和罗盘都是他偷的。陈峰，你是大副的后人，对不起。新船将成，若遇大副魂，需用3样遗物合葬，方可平息怨气。祖辈的错，我来偿。这些东西该物归原主。我要的不是偿命，是公道。太爷爷，他这是要帮新船补魂。也许他不是来复仇的，是来完成当年没走完的航程。所有的怨恨都始于不公，所有的和解都源于正事。他在寻找归航坐标，100年前的航线终点藏着最后一块龙骨残片。心里的坐标和当年深海禁区重合，那里有个未被标记的海沟，海沟里有守门人，是当年守护宝石的老水手，他认得出船长的玉佩。这个吗？他会问你3个问题，答错1个就会被拖进海沟。这里深度超过10000米，声呐探测不到底。杨柳地热火烟雨，情人言语，花和人泪泣，有谁在花岗观雨？龙剑为何起航？记载说船上载着镇邪宝石，为了运送镇邪宝石，却因船员贪心变成诅咒。大副为何沉海？被诬陷私藏罗盘，实则是船员为独占宝石，嫁祸于他。你愿不愿意接过船长的责任，让龙剑真正归航？我愿承担，但不是用祭海的方式，是让他带着所有魂魄安息。我等这句话等了100年。我是你太爷爷的副手，当年没能护住他，只能守在这里，等那个能解开龙剑之谜的人出现。把他拼到新龙剑的龙骨上，船就完整，魂魄们就能跟着船找到轮回的路。我才是船长，轮不到你们决定船的去向。是船长的执念，他还在记恨被背叛，不想让船归航。太爷爷，你看清楚，船员们不是背叛你，是被宝石迷惑，他们到死都在喊你的名字。船长，船长，船长！原来是这样。我们要起航了，这次是真的归航。玉佩留给你，以后若有新的贪心再起，他会提醒你。他真的归航了，你看，今天的浪花都是暖的。若再次能相遇，必不再寻寻觅